玉哥哥，你当初说好要娶我，为什么转头就要和那个来历不明的江荣月拜堂成亲？我和他不过是走个过程，要不是为了军阵图，她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也配留在我身边。等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娶你。陆承月，10年前你不仅贪墨劫粮，害死3000将士，更是捏造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害死了我全家。想要军阵图，做梦！王爷，皇帝差人通报让您进宫。皇上怎么这个时候找我？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都听见了？罢了，我和云儿两情相悦，我可以娶你，但是我的心在云儿这儿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和世子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江荣月，你干什么？云儿身为郡主都如此这般卑微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江荣月，你伤害云儿！王府好生热闹。裴统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王爷有要事要做，这才刚来就看到这一幕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恐怕有碍王府名声。本王现在有事要进宫，有事下次再说。江荣月，这次我就不和你计较了。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阿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这般对你，你还要嫁给他？我对你……裴衍，我之所以留在陆承玉身边10年，就是为了搜集证据，给我父亲报仇，什么都阻止不了我。好吧，其实我今日来，是为了将这封密信给你。这是陈3年陆承月的密函。这上面有写陆承月篡改东亚诸军策，截断粮道。你父亲和朔风关3000将士是因为他们才死。这次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他所做的一切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姑娘，王爷来了。阿月，这是我特意给你挑的，这10年你替我操持军务、打理账目，劳苦功高，我是记在心里的。王爷费心了。阿月，你手里那几卷军阵图也该拿出来让我看看了。兵部那边催得紧，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去交差。王爷急什么？军阵图我自然是为王爷备着的，只是那些图卷年代久远，有几个地方我还没解透，拿出去怕误了王爷的事儿。你搁在手里快10年了，还没解透。这图是以地势应变的，有些地方我还在核对。王爷若信得过我，大婚之后，我再呈给王爷。江荣月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一切都是谁给的？10年前是我收留你，给你身份。你那些军阵图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藏着掖着？王爷教训的是，只是军阵图确实复杂，万一出了差错，耽误的是王爷在朝中的前程。哼，你少拿这些话搪塞我。江荣月，你识相点，乖乖把图交出来。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没了靖王府的庇护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王爷说的对，我的一切都是王爷给的。军阵图等大婚之后，我一定亲手奉上。这才是我认识的阿月，你向来懂事，别让我失望。这2日安心备嫁，大婚之后军阵图的事儿我再问你。姑娘，他想要军阵图，做梦。这簪子我留到大婚那日一并还他。侍郎大人，朔风关今年的军械拨调，还请多费心。王爷客气，不过户部那边压着银子不放，下官也难办。大人说的可是崇文3年的那笔旧账，30万两拨银，实到边关不足5万，户部至今未核销。这桩旧账若不厘清，新的拨调怕是也批不下来。江姑娘对户部的账目倒熟悉，跟着王爷久了，略知一二。
方才那番话里，借侍郎之口印证了密信中的一笔账目，数额对得上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。阿月，旧部已经入京了。旧部现在有多少人？17人已入京，余下分批在路上。你父亲当年的副将赵烈也在其中。阿言，谢谢你一直在暗中帮我。我是从朔风关里被你父亲救出来的，我应当为江将军报仇。你放心，我没有告诉过其他人。为什么？你是江策的女儿这件事，多一个人知道，你就多一份危险。我出去怕陆成玉生疑，你替我跟赵叔说一声，我很好。阿月，从我见你的第一面开始，我为你付出的一切心甘情愿。换这个。密函我已经有了，我们需要找到陆成玉的亲笔的奏章、底稿和核销单，以便查验。崇文3年，冒报军功无比，节流军饷3万两，果然和账目对得上。这些东西够吗？密函是我在喜床上用来整控他的刀，这些奏章和账目是刀柄，3样东西放一起，他抵赖不了。你都准备好了？10年了，该背的都背齐了。嘘。果然是陆成约的字迹。阿月，暗卫的人手已经准备好了，结束后他们定会保你全身而退。全身而退？阿言，我不是10年前等着被人救的小姑娘了。我做这件事没打算全身而退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让你离开那座喜堂。我值得你把自己的仕途、性命都算进去吗？你值得，为了你，什么都值得。阿言，复仇在即，我怕耽误你，这些话我就当没听说过。阿月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江姑娘今日气色倒好，听闻你父母早亡，不知是哪家故人。婚礼上没有长辈，未免冷清。说起来，江姑娘在王爷身边10年，倒是连个娘家人都没露过面。也不知道是家世太薄，还是另有隐情。郡主说的对，我是没家世、没背景、没亲人，所以我才格外珍惜王爷给的这一席之地。云郡主，今夜我大婚，若您前来喝喜酒，我欢迎；若是替王爷试探什么，不妨回去告诉他，今晚亲自来问我。他们越急，说明陆家越怕我干出什么事。陆冲和陆成玉勾结的事，云郡主多半也知道一些。怕就好，怕才会乱，乱才会出错。阿月，过了今日，你就是靖王府的女主人。一切听王爷安排。王爷，我有一件事一直想问你。你说。这么多年，你不好奇我到底是什么人吗？我好奇过，但不重要了，因为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这边的。一个无父无母无家世的孤女，能翻出什么浪来？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阿月，戒帖备好了，婚书背面已经替换，拜堂时掀开，满堂可见。裴炎，今夜之后，整个京城都会知道我是谁。你帮我，就是与陆家为敌。我知道。你不怕？我没什么好怕的。这10年我一直在陪你，
你走多远，我就在后面跟多远。裴炎，我要做的事是让整个陆家都翻不了身。你确定要站我这边？我确定。好，王爷请姑娘去书房一趟。阿月，昨夜暗卫营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院的墙外？你最近见了什么人？王爷怀疑我。你一个孤女无亲无故，暗卫营的人凭什么来找你？你背着我做了什么？王爷说我若有二心，这10年早就走了。暗卫营统领裴炎与王爷也算旧识，他派人巡查陆府四周，有何不妥？是我多心了，你向来懂事，别让我失望。你去吧，及时前到喜堂。是。陆承玉，你且再活几个时辰，待你人生最得意之时，我定会亲手撕碎你。姑娘，王爷他打您了？没有，别担心，姑娘，奴婢伺候您这么多年了，您从来都是一个人扛着。可今日是您大喜的日子，他怎能？姑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小莲，拿着。出了靖王府，往南走，城南有一家姓陈的茶铺，老板娘是我的人，你去找她，她会安顿。姑娘，奴婢不走，奴婢哪儿也不去，奴婢跟着你。你必须走，你跟着我，我会连累你的，好好活下去。姑娘，奴婢不要银子，奴婢不要，奴婢就跟着您。今晚之后，你就不必跟着我了。姑娘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你留在这里会被我连累，你走了，我才能安心。那姑娘您自己呢？您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，别担心。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替我最后一次梳头吧。10年了，第一次有人为我红了眼眶。可我不能连累他。今晚靖王府要死的人，只有陆承业一个。姑娘，吉时快到了，走吧。陆承佑今早加了人手，府中布防翻了2倍，暗卫进不来。按原计划。好，我在门外，随时接应你。裴炎，如果你听到里面有什么动静，别进来，至少等我做完。王爷大喜啊！江姑娘在您身边10年，可是出了名的能干。她呀，也就是个孤女，没别的长处，胜在懂事听话。新人到！听说了吗？前夜靖王与云君主在后花园待到半夜才散的。真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江姑娘一个孤女，能攀上靖王府，也算飞上枝头了。王爷，玉哥哥娶亲，我怎能不来送份贺礼？还真是云郡主啊！今日这是来砸场子的，有好戏看了。我就知道你会。也好，越多人在场，这场戏的台子就搭得越稳。江姑娘今日好气色，这身嫁衣倒是比我想象中合身。郡主说笑了，嫁衣是王爷命人按我的尺寸做的，自然合身。江姑娘，听闻您是无父无母的孤女，
能嫁给玉哥哥可是天大的福气，往后可要牢牢记住玉哥哥的恩典才是。云儿，今日是我大喜，切记不可耍小性子。玉哥哥急什么？我不过是跟新嫂子聊几句提己话而已。郡主说的是，不过今日毕竟是我和王爷的大喜之日，您这般言语传出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王爷的心上人。啊！阿月，你过分了！王爷，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难不成你和郡主当真有染？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不知道得有多少言官弹劾您。王爷，要不咱们还是先拜堂吧，可别误了吉时。继续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怎么回事？这姑娘不拜。江荣月，你做什么？这是要……你疯了！今日大婚你闹什么？父亲，女儿借今日婚堂，为您证明。父亲，她不是孤女吗？我想起来了，10年前朔风关的守将姓江。这些都是陆承瑞贪污的证据。短短10年里，陆承瑞冒报军功，贪墨共20万两。他还与镇北侯私通密函，泄露江家军的粮道布防。江荣月，你住嘴！怎么，你敢做不敢承认吗？今日我偏要让所有人知道你陆承玉的所作所为。这确实是靖王的亲笔。王爷，这上面写的是真的吗？陆承瑞，你做的孽该还。你敢吗？我是靖王，你杀了我，你也走不出这扇门。我今天根本就没想走出去，在你害死我爹那日，你就必须死。你疯了！你在我身边忍了10年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你说对了，10年就为了今天。这怎么回事？他手里那只簪子，那不是王爷送的吗？裴炎，你哪来的胆子？你动玉哥哥，靖王府不会放过你。郡主急什么？暗卫营奉旨查办靖王贪墨冒功，私通北境一案，今日在场诸位皆为见证。你们都是死人吗？他是靖王，这女人来历不明。你们由着他胡来！郡主急什么？陆承月的血还没凉透，待会儿就轮到你了。江如月，你在我身边10年，我待你不薄，你拿什么还我？你待我不薄，你贪墨军饷截断粮道，我父亲和3000将士的命，你拿什么还？圣旨到！着靖王陆承晕暂押入刑部大牢，涉案人证物证一并移送刑部。3日后，朕亲审此案。钦此。
皇帝没当场定罪，他还在权衡。我知道，陆家在朝中经营20年，不是一份密信就能扳倒的。裴炎，接下来才是硬仗。你准备好了？10年了，该背的都背齐了。陛下，江氏女来历不明，所呈文书皆可伪造。靖王为朝廷效力20年，岂能凭一介孤女片面之词定罪？陆大人，你说我是孤女，那你可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说说朔风关江策将军是怎么死的？淳文3年7月，陆承玉至陆重，粮道已改，东爱空虚，可惜。落款处有陆承玉私印及亲笔签名。陆大人，这封信也是我伪造的？那是陆大人的笔迹，我在礼部见过他批的公文，一模一样。粮道已改，东爱空虚，这跟当年江策将军战败的奏报对得上。陛下，此女伪造书信构陷朝廷命官，请陛下为老臣做主。陆宠，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让我如何为你做主？陛下，老臣查到此女和暗卫营裴衍交好，他们费尽心思伪造臣的笔部书信，肯定是早有预谋啊！皇上，此案牵涉甚广，今日先退朝，陆宠暂留京中，不得离京。靖王仍押宗人府，改日再审。退朝。皇帝这是要保陆承？太可恶了，大小姐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除非能找到一击致命的证据，否则……对了，属下在朔风关废墟下挖出了这个。这是我爹的亲笔，上面写了陆重和陆承澈合谋的全过程。淳文3年7月初9，陆重密命陆承玉篡改东峡驻军策，克扣粮草3万石，吾与3000将士死守7日，援军不至。将军写到最后，力气尽了。属下只挖出了这个，后面的字看不清了。够了，血书加上密函和账目，足够定陆重的罪。明日开审前，我亲自送入宫。我来吧。你太扎眼了，陆重的眼线全在盯着你。我送。夜路危险，陆重如果知道血书重现，不会让你活着到宫门。我答应过你，一定活着回来。不行！走！大人，别管我，速将此事告诉阿月。阿月，对不起，血书还是被抢了。不怪你，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准备。但明天必须让陆重付出代价。没有血书，你准备怎么做？无碍，我手里还有陆承玉的奏章和密信。血书是最强的证据，但不是唯一的。大小姐，可刑部的人未必会说实话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在皇帝面前验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验，我就不信这样皇帝还能保他。陛下，江氏女所为证据，密函可仿，账目可造，奏章可伪。若无铁证，那便是诬告。臣请陛下治江氏女诬陷之罪，还陆家清白。
江氏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陛下，臣女确实有一封血书，但昨夜在送入宫中的途中被劫了。被劫了？我看你就是拿不出证据。臣附议治江荣月欺君之罪。你们急什么？臣女还没说完呢。臣女手中还有陆承月亲笔的奏章和3封致陆虫的密函。陆虫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陛下，这肯定是伪造的，臣从没给玉儿写过这种信呢。陛下明鉴。陛下，臣女愿以命为注，请刑部当便比对笔记。若有一件事是伪造，臣女愿受凌迟之刑。准。启禀陛下，经刑部笔记对比，对靖王府搜出之奏章底稿及3封致陆大人的密函，字迹与靖王亲笔的折子完全吻合。陆虫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你听臣解释。来人，将陆虫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臣冤枉啊！江荣月，朕有一事不明。陛下，请讲。你一个孤女在靖王府潜伏10年，搜集所谓证据，若无人在背后授意，无人替你铺路，你如何能接触到军机文书？你身后之人是谁？臣女背后无人。无人？你当朕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与暗卫营裴衍关系匪浅，是不是他在背后指使？裴统领与臣女只有几面之缘，并非外面传的关系匪浅。哼哼，那估计是朕想多了。众爱卿可还有事启奏？无事便退朝吧。恭送陛下。陆冲这老狐狸，死到临头了，逼皇帝怀疑你背后有其他势力。虽然今日在大殿上我否认了咱们的关系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。有心之人只要认真查，总能查到。那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现在还有一个疑团没解开。虽说陆虫已经伏法，但只靠他和陆承玉根本办不到贪墨军粮，更别提谋害我爹和边关将士。姑娘，我刚偷偷溜进陆虫的府邸，找到了这个。这是行军布阵图。等等，这个印章是丞相的私印，丞相怎么和陆虫有关系？爹，你就帮帮玉哥哥吧。傻丫头，那陆承玉有什么好的？他犯的可是死罪，让我替他求情，你是觉得咱们郡王府的人都活够了？我不管，自从幼时玉哥哥救了我，我就认定他了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贪玩翻墙出去，那是正巧碰见陆承玉，碰巧被他接到而已。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儿？我不管，你就说你帮不帮玉哥哥吧。你要是不帮他，我就绝食。不帮，你绝食吧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饿死了，我也不会拿着全府命去陪你玩。还好我昨天晚上偷到了能调动兵马的令牌。你不帮我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云郡主差人给你的信。云郡主给我的信，
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云郡主说，他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，要单独和我面对面聊聊。地点在城外山脚。阿月，这明显是一场鸿门宴。先不说云郡主和你是死对头，就说我们现在在查丞相，他一个郡王之女怎么会有我们要的东西？我当然知道这是陷阱，不过听说郡王和丞相的关系匪浅，去探探口风也未尝不可。云郡主，我来了。你说你手里有我要的东西，不知是何物啊？江荣月，没想到你的胆子还真大，真敢单枪匹马的过来。云郡主，少废话了。云郡主都敢偷郡王府的调兵令牌，我区区一个孤女，有什么不敢？你怎么知道令牌的事？我不光知道令牌的事，我还知道你爹昨晚把你骂了一顿。云郡主，你现在在郡王府，怕是连一个愿意帮你的人都没有了吧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为了玉哥哥落到这个地方？江荣月，你毁了我的婚事，毁了玉哥哥，毁了我的一切。陆成玉不是我毁的，是他自己毁的。他贪墨军饷，截断粮道，害死了朔风关3000将士。我不信，玉哥哥不是那样的人，你那些证据都是伪造的。你今天找我来，不是真的想给我什么东西，你是想用你手里那块令牌调来的兵马，把我抓起来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爹发现令牌不见了，正到处秘密寻找，不巧被我们发现了。既然你知道，那我就不藏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拿下！江荣月，你没想到吧？他们昨晚就埋伏在这儿，等的就是你。你刚才不是很能说吗？说我爹不帮我，说我调不到一兵一卒，你再说啊！云郡主，你偷令牌的事，你爹已经知道了。这些兵马，你打算怎么收场？收场？不需要收场，只要把你杀了，我爹还能为了一个死人怪我不成？你，听我命令，把这个女人就地处决。你没听见吗？我让你把她杀了！郡主，郡王殿下今早传来军令到各营，说令牌是假的，是被人盗用的，让各营不得听从持牌之人的调遣。你说什么？郡王殿下还说了，若有人持此令牌调兵，即刻撤回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我们这次来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不许退！你们不许退！是你，是不是你让我爹提前传的军令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我确实知道，但我没让你爹传军令，是你爹自己传的。他不光是为了保你，也是为了保郡王府。你胡说！我没有胡说。云郡主，你想想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偷令牌是唯一能救陆成玉的办法？是谁告诉你的？没有人告诉我，
是我自己想到的。你自己想到的？你一个连书房都从来不进的郡主，怎么可能这么精准地找到令牌？是府里的老管事，是他给我指的路。他跟我说，只要能调兵围住你，就能为玉哥哥报仇。那个老管事现在在哪儿？老管事，他是10年前入府的。我爹说他来历清白，是退役的老兵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今天一早就不见了。我以为他只是出去办事。郡王府那边有动静，顾征今晚发现令牌失窃，正在全城秘密搜寻。他派人传话，说他不知道老管事的底细，让我们查。老管事能拿到郡王府的令牌，还敢推云郡主来围我，他不是普通下人。进郡王府查。这块砖被撬过。丞相府宿主江世瑜。这字迹不是丞相的，比丞相的更老，墨迹也更旧。江姑娘，本王查了老管事入府的举荐信，信上的印记是假的。10年前推荐他的那个兵部主事，在崇文3年就死了。郡王，看来您府上这个老管事是来盯着您的。回暗卫营。这封信上的人比我们想的要大。大小姐，这笔锋我在朔风关见过。10年前有一次丞相府来人犒军，公文上的字就是这样的。丞相终于坐不住了。老管事在郡王府藏了10年，他们都在等我爹的旧部重新聚起来，好一网打尽。大小姐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丞相拆了我爹的兵，劫了我的证据，杀了我的线人，他每一步都很快，但他不知道，我爹当年留的不止血书和密函。这半个兵符是调兵的，还有半个是用来查账的。丞相的每一笔账都在那个账册上。可账册在哪儿？关帝庙。老师傅，这庙里还有旁人吗？10年了，这间破庙10年没来过外人。2位施主是来找人的？你怎么会有这兵符？你是江家的人？我是江策的女儿，我叫江荣月。大小姐，老奴韩廷叩见大小姐。韩廷，我爹的副将韩叔叔，他不是？10年前朔风关城破那夜，将军命我假死脱身。他说江家还有人要护，让我在关帝庙等他的传信。可我等来的却是他战死的消息。将军写的血书，我找了他10年。韩叔叔，我爹藏在关帝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是，跟我来。
重玩2年春，重玩2年冬，重玩3年6月初9。这份账册不是让我爹报仇的，是让我爹防着这一天的。10年了，他该去见皇帝了。嘘。大小姐，你们从后洞走，老奴在这里应付。不行，你藏了10年，现在露面，丞相不会放过你。老奴这条命是将军给的，多活了10年，够了。韩前辈，不用整，来人只有3匹马，搜庙不会只来3个人。庙里的师傅，在下丞相府幕僚周元济，奉丞相命来给关定爷上炷香，不知方便否？你从后洞翻墙，账册不能冒任何风险。你呢？我留下，他们要搜的是我，不是账册。只有我在，他们才不会追。走。老师傅，这位是来上香的，听闻关帝庙灵验，一早就从城里赶来了。姑娘好兴致，不知求什么？求一个公道。江姑娘，丞相托我给你带句话。丞相说，你父亲在朔风关的事，他很惋惜。但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一个姑娘家，何必把自己一辈子搭在旧账上？丞相还是在威胁我，你回去告诉丞相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怕威胁。这姑娘比他爹难对付。崇文元年到3年，丞相经手倒卖的军粮共计12万担，经手人除了丞相、镇北侯，还有当时的户部侍郎。这人如今已经升至户部尚书。户部尚书是端王的门人。这是什么字？不像汉字。这是江家军的暗语，册有后手，藏于关帝庙，不是账册。韩叔叔，那只铜匣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铜匣就一个暗格，底座。关帝像底座，我当时只搜了1层，没有拆底板。天不亮之前，我们得再回一趟关帝庙。丞相的人搜过神像前面，没搜后面，铜匣他们也没找到，但底板上的东西，老奴失职。韩叔叔，你一个人守了这座庙10年，没有人比你更尽责了。有了，底板是活的。虎符，你爹手里不止朔风关的兵符，还有北境3军的虎符。这张图是我爹画的北境驻军分部录，上面标注的不光是驻军位置，还有每一个将领的名字，以及是否怀疑是内鬼。将军在打仗之前，把所有人的底细都摸清楚了。他知道军中有内鬼，但来不及查完了。我爹写了，37人中有3人为丞相所遣，余皆可用。他不是来不及查，他是怕查多了打草惊蛇。这个名字，现任京畿卫营统领；这个，如今是北境后勤司总管。这2个人都是你爹标1的，他们都是端王提拔的人。我爹10年前就知道，可他谁都动不了，因为丞相上面的人是端王。殿下，关帝庙那边，周元济下午去了，没搜出东西，但今日破晓前，有2个人先他一步进了庙。江环月和裴衍。是，
刚才收到的飞鸽，周元济说他当着他的面承认了身份。殿下，那关帝像底座下还有东西？当然还有东西。江侧那个老狐狸，关帝庙里藏的东西被他分了2层，虎符和驻军华丽图现在都在他江红月手里了。殿下，那要不要派人去暗卫营斩草除根？不用，他有了虎符又怎样？虎符的另外半块在他弟弟身上，只要江行安还在我手里，他手里的半块虎符就只是一块废铜。江荣月，你接下来这步棋是救弟弟，还是扳倒本王？让本王看看，你和你的父亲到底谁更沉得住气？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不是来看我死没死，而是来问我话。端王为什么要杀我爹？丞相贪的是银子，你想要的是军阵图，端王要什么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？你不说，端王的人也会来让你闭嘴。上一次是下毒，这一次他们还会失手。只有让我尽快扳倒他，才是你活路。你爹手里有虎符，能调动北境3军的半块虎符。端王的另外半块是从先皇手里骗来的，2块合在一起，就能调北境大军围京城。你爹不死，端王的兵就动不了。虎符我已经拿到了半块，另一半在端王自己手里，此局并非无解。今晚换一个牢房，别再碰任何人递来的茶水。韩叔，10年前我爹的虎符，是不是2半都在他手里？对，先皇赐给将军的虎符是完整的，后来将军把半块缝进了小公子的衣襟上。另外半块是我在关帝庙拿到的。这就对了，当年小公子被劫走时，身上有半块虎符，如今端王手里的半块就是从小公子身上抢的。大小姐手里这半块是从关帝庙拿到的，这个谜团总算解开了。陆承耀说的是假话，他的目的要么是激我去硬碰端王，要么就是端王教他说的。如今已经证明他撒谎了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既然虎符对不上，那就抛开虎符。陈岩的抄本上面写了端王在朔风关的行踪，这是物证。韩叔叔，你是人证。大小姐，老奴等了10年，终于能到这一天了。大小姐，宫里传话，皇帝明日早朝要召你入殿，说是端王亲自上的奏章。他先出招了。端王经营10年，满朝都有他的人，明日早朝他主动出招，只怕是想借皇帝的疑心，先把你钉死。他先出招，说明丞相入狱后，他已经没有中间人了。他在怕你。大小姐，万一明天皇帝偏向端王怎么办？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。大小姐，端王10年前去过朔风关，他改过驻军策，他劫过粮道。白纸黑字，事关陈廷用命记下来的。皇帝可以不信你爹的旧部，但总不能不认忠臣的孤证。韩叔叔，你明天和我一起上殿。10年前你亲眼看见端王到朔风关巡边，你是人证，陈燕的抄本是物证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由不得他不认。陛下，
臣弟这几日查到靖王一案中，有人私自扣押案犯家属，动用私刑逼供。更严重的是，此人以查案为名，趁机收拢江侧旧部。臣弟恳请陛下明察。传江荣月上殿。陛下，臣女是江侧的女儿，臣女查的不是靖王一案，3000将士，臣女查的是我爹和3000将士的死。若查案有罪，臣女甘愿受罚。但端王殿下，他查过我吗？本王查你做什么？那端王殿下不如当殿解释。10年前，崇文3年6月，您以巡边为名到朔风关，那3日染恙休养，您休养在什么地方10年前的事儿，你那时候也不过是个13岁的孩子。时隔多年，江姑娘，你有证据吗？陛下，臣闻3年6月，喜居至的史官陈廷，在被灭口之前，抄了一份关键证据，抄本在此，请陛下预览。陛下，起居制抄本可以伪造，若仅凭一份来历不明的抄本，定臣弟之罪，臣弟不服。韩廷，进来。罪将韩廷叩见陛下。10年前，端王巡边朔风关，末将亲耳听见端王与陆承玉商议结粮道，改铸军策。末将以项上人头担保。你一个小小的副将，也敢当殿构陷亲王？陛下，安卫营查到端王府账册中有一笔崇文3年的开支，付给朔风关驿站一名驿丞，经手人签名在此，请刑部当殿比对笔记。陛下，端王府账册上的子记与端王亲笔奏折的子记完全违和。端王，10年前你去朔风关，到底做了什么？陛下，账册可以仿，副将可以收买，但有一件事，江荣月仿不了。说，他与暗卫营统领裴衍暗中往来10年，他夜入靖王府盗文书，私调暗卫围攻郡王府，以查案为名收拢江侧旧部，哪一桩离得不开裴衍？陛下，臣弟请陛下彻查，江荣月与裴衍是办案还是构陷？是查案还是借查案之名报私仇？江荣月，端王所言属实。陛下，裴衍与臣女确有往来，因为10年前在朔风关城墙上，我爹把裴衍从死人堆里救出来，我爹死前将我托付给他。臣女与裴衍不为私情，为护这半块虎符，请陛下明鉴。口说无凭，可有证据？有，但在此之前，臣女请陛下先查一件事：端王府10年前搜朔风关废墟，搜的那半块虎符从何而来？陛下，此女私藏兵符，这是谋逆之罪。端王殿下，这半块虎符是臣女父亲江侧的遗物，上面刻的是江侧之印。您手里的那半块刻的是什么？端王，朕只问你一句：臣闻3年6月，你是不是在朔风关？是，臣弟去过。来人，摘去端王王冠，押入天牢，与丞相一案并案审理。江兰月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江荣月，你为父为君申冤10年，朕今日还你江家清白。但朕问你，你收拢江侧旧部，私调暗卫诸事，你认吗？认。那你当如何自处？陛下，臣女回朔风关。臣女的父亲守了朔风关一辈子，如今那座关城成了废墟，
但关城后面逃难出去的老百姓，散落各地的江家老兵，臣女想带他们回去。准。此朔风关重建银10万两。报！北境800里加急，镇北侯率5万铁骑南下，已过沧州。陛下，镇北侯5万铁骑已过沧州，沿途驻军不过8000，挡不住。京城以北再无险可守。你手里那半块虎符能调动多少人？朔风关旧部3000，若凑齐整块，可调动北境全部驻军，不下3万。另半块10年前随江将军殉国，下落不明。另半块虎符在我爹副将韩廷的衣冠墓里，墓在沧州以北30里，镇北侯大军还没到那里，臣女去取。你刚在殿上说要回朔风关建城，现在又要去敌后取虎符，江荣月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建城，但城若被镇北侯的铁骑踏平，建了也是白建。臣女去取虎符，不是为了打仗，是为了建完城以后，朔风关不用再打仗。活着回来。你留在京城，你的伤。上次在关帝庙你让我走，我走了。这次不走了。10年前我在这里埋了副将韩廷的衣冠墓，那是将军让我做的假墓。真正的韩廷还活着，假墓里埋的是那半块虎符。大小姐，虎符没了，被人挖走了。查墓的人不超过3天。你一直跟着我们，现在可以出来了。大小姐，老奴等你很久了。老奴韩廷叩见大小姐。你是谁？为什么顶着韩廷的名字？10年前将军让韩廷假死脱身，但不是一个人。韩廷有个孪生兄弟叫韩延，在将军帐下做斥候。将军让韩廷守关帝庙，等大小姐来取账册，让韩延，也就是老奴，潜入郡王府，盯着郡王与丞相的往来。兄弟2人身份调换互通消息，瞒过了所有人。你是韩延，你是我哥。10年了，弟弟。大小姐，这半块虎符是将军临终前亲手交给老奴的。郡王府10年，老奴等的就是今天。虎符合一，该回沧州了。城中守军不到800，镇北侯5万大军明日攻城。江姑娘，你真有办法？虎符在此，我已遣韩廷携府北上，急调北境驻军，援军最快2日可到。这2天，800人守城。小姐，800对5万，你这是送死！弩手分3波轮射，盾兵沿城墙错位布防，不是挡是诱。城门不封，留一条窄巷，引敌军入瓮城，在关门打狗。我爹用这张图守住过朔风关3年，800人守2天，够了。末将听令。10年前你在朔风关城墙上，也是这样站在你爹身边。那时候我什么都做不了，现在该我做给他们看。足以弩手，放！渡桥云梯上来了，滚油！江将军万岁！敌军攻势暂退。
你的伤还能撑多久？够撑到援军来。江将军，守军伤亡过半，还能打的不到400人。明天主力5万到了，这城明天才是硬仗。韩叔叔的援军最快还要1天1夜，这1年，你们等得了吗？末将愿随将军死守。爹，你在城桥上守了3年，女儿替你守这2天。裴远，没事，还没断肋骨。阿月，有句话10年前就该说。等援军来了再说，你不许死。北境驻军奉虎符调令，驰援沧州。援军到了，你可以说了。等打完仗再说。你刚才不是说不许我死吗？裴统领那这刀伤到了骨头，好在没伤着藏府，但左肩旧伤反复崩裂，再不止血。别吓他，我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。你只管治，要什么药材，我去找。血骨膏，城中药铺有，但裴统领这伤，至少静养半月。再动刀，这条胳膊就废了。废不了，我还有一只手。你10年替我挡了无数刀，从今往后不许再挡，听到没有？那你替我挡，我替你挡。你给了我10年，往后几十年，我来守。你就是江策的女儿，末将赵桓，奉虎符调令，率北境戍军1万驰援沧州。但末将有一事不明，虎符是先皇赐予江将军之物，你凭什么调兵？赵将军，虎符在此，你认不认？我认虎符，但不认人。江龙月无军职，无官衔，无调兵之权。今日若不说明白，回京必有言官弹劾他私调驻军。赵将军，虎符是我爹的遗物。10年前我爹死在朔风观城墙上那一天，他手里握的就是这半块虎符。你说我无权调兵，那我问你，镇北侯叛军到了沧州城下，朝廷调兵令在哪里？兵部调兵令在哪里？兵部调令最快还要3日。3日之后，沧州已经没了。赵将军，我不是以江策女儿的身份调兵，我是以虎符令主的身份调兵。你若不认，你可以不接，但明日镇北侯主力攻城，我不会从这城楼上退一步。你看着办。末将赵桓参见虎符令主，请将军下令。镇北侯以为我们伤亡过半，不敢主动出击。今夜你率骑兵3000出东门，绕至敌军背后5里，这是雁回镇右翼。绕后需要翻过沧水河谷，那边是密林，骑兵过不去。过得去。我爹的军阵图上标了一条废弃驿道，从这里进，全城密林遮蔽，天亮前到位。这条驿路连北京舆图上都没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爹标了10年，我记了10年。韩前辈，江将军这个女儿比他还会用兵。他不是会用兵，他是把将军的军阵图翻来覆去看了10年，每一道标注都刻在脑子里了。赵将军，天亮之前，我要听到你的号角在敌军背后响起，做得到吗？末将以项上人头担保。大小姐，你刚才跟赵将军说那些话的时候，老奴恍惚以为看到了将军，你越来越像他。韩叔叔，我其实不像他，我爹一辈子都在守城守人，
守承诺。我比他自私，我现在不想守那么多了，只想守几个人。传令下去，城头弩手不许放箭，所有人蹲下，让敌军靠到城墙根。不放箭，江将军，他们推着攻城锤。攻城锤撞的是城门，不是城墙，让他撞。城门快撑不住了！开城门，弩手放箭，所有人反攻！燕回镇的右翼包抄和正面反击，你爹在图上画了10年，今天你替他打出来。不是我替他打的，这本就是他教我打的，他只是来不及打。江策的女儿，5万大军被你3000人围了，你爹在天有灵，怕是得意的很。我爹从不因杀人得意，他只因守城得意。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与我爹同为武将，为什么要害他？害他，是你爹挡了别人的路。江姑娘，你觉得就凭丞相一个文官加我一个边将，就敢动朔风关？这事儿从头到尾……你服了毒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以为我飞出去的鸽子是搬救兵的？鸽子到不了京城，但有人知道我已经死了。那人手里还有一个人质，一个姓江的3岁孩子。他说的如果是真的，端王手里最后一个筹码就是你弟弟。邢安还活着，端王拿他当了10年的人质，不是用来威胁我爹的，是用来防我爹。你爹知道他活着吗？不知道，我爹到死都以为邢安死在朔风关城破那晚。端王从来不让人知道他的底牌，直到今天。大小姐，明日大军拔营回京，赵将军已将虎符调兵誓母写成文书，呈送兵部，不会让你背私调驻军的罪名。江将军，末将此前在城楼上多有冒犯，末将收回那句话。你不是江策的女儿在调兵，你本身就是将。末将这辈子没见过谁能把军阵图翻来覆去背10年，然后在一炷香之内做出反攻决策。赵将军，我不过是在最合适的时候用了最合适的一张图。虎符我已命人送回京城，呈交陛下。此战之后，江家不再需要虎符了。大小姐，虎符是将军留给你的。虎符是调兵用的，我爹用它守城守了一辈子，如今城归朝廷，兵归朝廷，虎符也该归朝廷。我不想再调兵了，我想回错峰关，带邢安一起回去。你准备怎么对付端王？他没有虎符，但他手里有邢安。端王手里没有虎符，但他的党羽还在朝中，我不能硬闯端王府，那等于逼他撕票。我要让他自己把邢安交出来。怎么让他自己交？镇北侯兵败的消息明天就会传回京城，端王外援全断，丞相入狱，镇北侯已死，陆家全废。他手里只剩邢安这一张牌，聪明人到最后关头会干什么？会拿最后一张牌保命。对，他要的不是撕票，他要的是用邢安跟我做交易。我们回京，把戏台搭好，等他来。你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10年的局，收最后一步。大小姐，京城那边，老奴和韩延哥已经传信回安卫营，赵烈会先一步查到邢安公子被关押的具体位置。告诉赵叔，别打草惊蛇，查到之后什么都不做，等我回去。是。大小姐，还有一件事，云郡主差人送了封信到安卫营，他说他手里有你要的东西，要单独跟你谈。云郡主这时候找我，不会是端王教他的。他知道端王倒了，他想用什么东西换他自己和郡王府的平安。那你去吗？去，我欠他一个交代，而且他可能真的知道些什么。郡王府和端王府只隔一条街，10年间云公主进出端王府不下100次，有些事只有他能看到。回京。我约你出来，不是求你原谅，我来还你一样东西。
这是什么？3年端王寿宴，我喝多了，在端王府厢房歇息。醒来时走错了路，看到端王府管家抱着一个锦盒进了后院密室，想必那就是你弟弟。这封信我在端王府偷的，确切说是端王倒台之后，府中下人慌乱，我趁机进去摸出来的。信是端王10年前写给丞相的。你为什么要给我这封信？因为陆承玉利用了10年的人，不止你一个。他利用你爹的军阵图，利用我爹的令牌，利用端王的权势，也利用我的蠢。我不是在帮你，我只是不想让那个孩子，你弟弟，再多关1天。假山下面是地窖，只有1条入口，外面有机关。强公，端王府残余护卫虽然不多，但足够在地窑破开之前转移公子。端王还在宗人府幽禁，但他府中管家仍在。此人跟了端王20年，是新党中的心腹。我们不知道端王有没有留命令给他。大小姐，老奴在郡王府10年，摸透了这些王府管家的秉性。端王一倒，府中下人会乱。密室里关的若是公子，管家手里一定有公子的解药。解药？锁心散，端王用来控制人质的手段，经脉已经全伤了。解药必须在端王府里，府里大夫手里没有，只管家一个人有。我去端王府外盯了3天。管家每天傍晚去后院假山，手里提着食盒，食盒进去是满的，出来是空的。这说明邢安还活着。但傍晚送饭的时候，假山周围护卫最集中，也是管家唯一离开前厅的时候。要救人，就只有一个时机：不闯假山，抓管家。你想在管家去假山的路上接人？他每天傍晚从假山回到前厅的那段路上是一个人走。你看，假山到前厅要穿过一条长廊，长廊两侧是已经荒废的西偏院。端王府护卫眼下人心惶惶，没人会在偏院死守。他一个人穿过那条走廊，我只要一炷香，问出密室钥匙和解药。大小姐，管家若不说怎么办？他不说，这封信就是端王的第2条死罪。囚禁忠烈之后，以诱寒为质，胁迫边将，够端王在宗人府消失得无声无息。管家跟了端王20年，他会选择保端王的命，还是保端王的秘密？别出声，我不是来杀人的，是来问你几个问题。江姑娘，老奴只是听命行事，端王殿下的事，老奴一概不知。这封信是端王10年前写给丞相的，信上说他囚禁了江策的幼子，教养府中。养在哪里？你每天傍晚提食盒去假山，假山下面关的是谁？你家主子在宗人府等着3司会诊，丞相斩了，镇北侯死了，陆家全倒了。你觉得端王还能从宗人府出来吗？你替他守的秘密，能换谁的命？江姑娘，老奴若说了，端王不会放过老奴的家人。你说了，我替你家人求情，你是听命行事，陛下不会杀一个管家。你不说，端王10条罪名里加上你1条，你家人不但保不住，你自己也得陪他进去。你选哪个？假山下面是密室，锁药在老奴腰间，这是锁心散的解药。公子被关了10年，这个月的还没。江姑娘，老奴求你，老奴真的只是听命行事。密室里面还有别人看守吗？
没有，端王殿下说不能让太多人知道。10年前只有老奴一个人进出。公子不爱说话，有时候老奴送饭进去，他看都不看老奴一眼。老奴每次送饭都在食盒下面多放一颗糖，老奴也只能做这些了。邢安，邢安，我叫江荣月，是你姐姐。你姐姐来接你回家了。我没有姐姐，也没有家。这个锁，它怎么在你手里？这是你出生那天爹给你打的长命锁。邢安，你3岁时我带你在这儿把锁上刻字，你说要刻一个安字，因为你叫邢安，你刻了一半手划了，锁上那道浅痕是我帮你补完的。姐姐，大小姐，公子体内锁心散已入经脉。所幸的是，端王府下毒用的是不会立刻致命的剂量。韩前辈拿回来的解药是真的，但公子需要连续服用至少半年，才能彻底拔毒。半年后能恢复吗？脉象会稳下来，但这10年被囚禁，不见日光，不动筋骨，不与人言，伤的不光是身子。公子能撑到今天，全凭一口气。姐，那个送饭的管家，他每天放1颗糖，有时候是糖，有时候是蜜饯。10年前我第一次吃到的糖是他给的。他给你糖，是为了让你活下去。端王要你活着当人质，管家怕你饿死。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怕你饿死吗？因为你不配合，你从来不听端王的话。他们说话我听不懂，他们说爹是坏人，说爹通敌。我知道不是真的，我偷听过他们吵架。有一次，丞相骂端王不该留我，端王说留着有用。江家旧部散了不到一半，我就知道爹的兵还活着，所以我也得活着。陛下有旨，宣江荣月携帝上殿。陛下，这是臣女的弟弟江行安。10年前他3岁，在朔风关城破那夜，被端王手下劫入京中，关在端王府后院密室，整整10年。臣女请太医院当田为弟弟诊脉。陛下，此子脉象细涩，体内有慢性毒素锁心锁，此毒需长期持续投喂，方能维持人活着，又不至于毒发。从脉象看，至少已有10年之久。陛下，锁心散不是毒药，是控制一个3岁孩子的枷锁。端王殿下用这副枷锁囚禁了忠烈之后整整10年。端王殿下，我爹叫江策，他把虎符缝在我衣襟里，你抢走了。但你在密室里每天让我叫你义父，我却从来没有叫过，10年1次都没有。臣弟确实囚禁了江行安10年，但这不是私怨。崇文3年，江策擅死朔风关之前已有通敌之嫌，先皇密令臣弟暗中扣留江家要子以查真相。臣弟10年未公开此事，是不想惊动朝局。今日既然太医院已经诊了脉，
臣弟请陛下彻查江侧通敌一案。端王，你说是先皇密语，密语在哪儿？先皇晚年目力衰退，所有谕旨都用加厚的学州皮纸，字迹比寻常诏书大1倍。你这封密旨是诚心堂旨，是伪造的。陛下，臣弟。这封密旨上每一个字都不是先皇写的，伪造先皇密旨是灭门之罪。来人！摘取端王王冠，押入天牢，与丞相并案审理，3司会审，罪加1等惩处。我求了你弟弟10年，但你扳倒我不止用了10年。从你13岁走进靖王府那天起，你就开始了，你比我狠。我不是狠，我是没有退路。江荣月，你为江家军赵雪为朔风关3000将士证明，将虎符完整归朝。朕答应过你的事，一样不会少。但今日朕要问你另一桩事：你弟弟体内的毒解了之后，你打算带他去哪里？朔风关，臣女跟陛下说过，想回去建城。朔风关如今是一片废墟，你一个女子带着未痊愈的弟弟去那片废墟上建城？臣女的父亲守了朔风关一辈子，臣女守了10年的仇恨，现在不想守了，想建一座不用虎符也能守住自己的城。江明月听封，封朔风郡主，赐3品衔，节制朔风关以北驿道商路，赐朔风关重建银10万两。江行安待身体痊愈后入国子监读书，或从军，由他自己选。江策侍中武，建忠烈祠，永享祭祀。臣女代父亲，代3000将士，代行安，谢陛下。行安睡着了，军医说解毒第1剂已经服下，脉象比昨日稳了些。你在宗人府看到端王了吗？看到了，他一个人坐在墙角，手上带着铁链。他没有说话，但宗人府的守卫说，他昨晚要了纸笔，写了一封很长的。收件人是先皇，信被他烧了。他不是写给先皇的，他是写给自己看的。他用了10年想争那个位置，到头来什么都没有。你第一次提他的名字的时候，恨得咬牙切齿，现在不恨了。说不恨是假的，但恨一个人太累了。那回朔风关重新照，我替你举镜子。这把梳子也是你刻的？刻了3年，和木簪一起刻的，一直没敢给你。我爹10年前就把城建好了，在纸上。我们要做的是把这张纸建在这片地上。江将军，老朽是朔风关的木匠赵老栓，10年前逃难走的。听说江家回来了，老朽带着儿子孙子回来给将军砌砖。
姑娘，我跟老板娘说了，茶铺交给伙计，我来寿丰关给你做饭。诸位，朔风关不是我一个人的城，它是我爹守过的城，是3000将士埋骨的城，是你们每一个人都等过的城。今天不是回来祭奠的，是回来见的。就从这块地，从第一块砖开始。大小姐，北境3大商帮的代表到了，人已经在临时营帐外等着。3大商帮，我爹的城建图才铺开3天，他们怎么知道朔风关要重建？沧州之战的消息传遍北境了，朔风关1役800人扛住5万大军2天，商帮的人精得很，他们不是来看城的，是来看人的。那就让他们看，请进来。江将军，在下做的是关外药材生意。朔风关以前是北境最大的药材中转站，如今废墟一片，你要重建，我投银子总得有个说法吧？你一个女人领着一群老兵，能建成什么城？这位掌柜，你运的是关外药材，从北境到关内，为了躲关卡，走的是苍水河谷的野路。每年雨季被山洪冲掉3成货，我说的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爹10年前就把你走的每一条走私小路都标在这张图上了。我出银子重修官道驿路，你省下那3成损耗，多出来的利润分2成给我修路。这是做生意，不是做慈善，你投不投？江姑娘，老朽做驼队30年，没见过哪个将军打仗回来愿意蹲在泥地里地砖的。老朽信你。这是3000两，修一道。在下跟3000。江将军在沧州的仗打得漂亮，能在战场上不丢一人的人，做生意不会让人吃亏。5000两。先说好，不是因为你爹，是因为你敢在城楼上拿命赌。我敬你这份胆子。你今天拿你爹的图博药材商，我在帐外听见了。你说他走的每一条走私小路，你爹都标在图上，那是真的还是编的？真的，我爹标了北境所有的走私小路，不是为了查走私，是为了万一关城被围，有一条路可以让老百姓撤出去。你爹这个人，做的事从来不写在奏章里。大小姐，工地挖地基的时候，从废墟里挖出来的，是崇文森3年春的军粮账册，上面有一笔5000吨粮草的拨调，没有入朝廷的账。淳文3年春，正是粮道被劫之前。这笔粮草若是私自调拨又没入账，被人翻出来就是贪墨的铁证。韩叔叔，这笔粮草去了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淳文3年春，老奴已经在关变庙了，军营账目不在老奴经手范围内。江姑娘，老朽是这儿的村长，我有证据证明江将军的清白。账册上那5000吨粮草，江策将军没有贪1两，他拿那5000吨粮草救了老朽全村3000条命。
崇文3年春天，沧水河发大水，3000多灾民逃到朔风关城外，朝廷的赠灾粮迟迟不来，是江将军救了我们。这是当年被救的3000灾民按的手印，10年了，老朽一直藏着，就等有一天替江将军说清楚。那5000担粮草不是贪粮，是救命粮。你们村还在？还在，藏在山里，靠打猎采哨过日子。10年不出山，怕给将军惹麻烦。现在不用藏了，我爹不在了，但我回来了。明天我让人把新驿道的图纸给你们一份。你们村的位置以后不是躲宅的地方，是驿路上的正经驿站。粥熬好了，今天这顿不是军粮，是朔风关新米铺熬的第一锅。吃，明天还要砌粥。大小姐，工地上有2个人在散揭帖，说沧州之战你用的虎符已经还了朝廷，如今无官无权，私自动用朝廷拨银征调民夫是越权。人呢？被赵烈扣在城门口了，是原来丞相手底下2个北境转运司的小吏。丞相倒台后，他们丢了差事，不知道从哪儿挖出了旧账册。江姑娘，在下也是依律行事。你虎符已还，朝廷并未下旨封你重建官职，你动用拨银征调民夫，这道手续不合法。把圣旨给他看。陛下圣旨，江荣月封朔风郡主，赐3品衔，节制朔风关以北，驿道商路。此旨出京当日生效，被公开宣读，乃陛下之意。今日当众宣读，即为朔风关重建正式启幕。郡主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小人也是被人指使的。我没说要罚你们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每天砌1000块砖，砌满1年自行离开，砌不满再说。砌砖？怎么会写接站不会砌砖？不会我找人教你们，干活。韩前辈，10年前老汉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朔风关的城门了。今天城门合龙了，赵叔，不光城门合龙了，城门上那面旗和10年前将军插的那面在同一个位置。你站在城墙上的样子，和你爹一模一样。我爹站得更直，我有点累了。那今晚的庆功宴你就不用去了，我让他们把饭菜送到你屋里。不行，韩叔叔说今晚他准备了酒，他说有一句话憋了10年，今晚必须说。大小姐，裴统领，今天城墙合龙，老奴高兴。老奴有话，今天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来。诸位，你们说，大小姐和裴统领什么时候成婚？大小姐，裴统领替你挡了10年的刀子，翻了几百次墙，你总不能让人家一辈子当你的暗卫吧？姑娘，我在茶府等了你那么久，就是想等你出嫁那天给你梳头，你可不能让我白等。你不是有事要说吗？说。这是朔风关第1炉铁，我自己打的，不好看。但以后你想要什么样的金的银的，我都给你打。好看。上面刻的什么字？无城无土无爱，和你的木簪上刻的字一样。父亲在上，姐姐今日大婚，您在世时常说，邢安是江家的男儿，长大了要替姐姐撑腰。
儿子不孝，让您等了10年。爹，今天儿子替您把姐姐交给裴大哥，这人替姐姐挡了10年的刀。儿子看过他的眼睛，他是真心对姐姐好。父亲在天有灵，当含笑。邢安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些话的？在密室里关着的时候，每天都在想，如果能活着出去见到你，要跟你说什么。想了很多很多，今天只能说这些。再说下去，我就该哭了。你已经比姐姐高了，以后不用替我撑腰，替你自己活。10年前在朔风关城墙上第一次看到你，你13岁，站在你爹身边，望着北境。那时候我跟自己说，这个人，我这一辈子都要守着他。那时候你站在我爹身后，一句话没有说。我心想，这个暗卫怎么一直看我？你那个时候就注意到了？我记了10年，只是不敢回头看你，怕多看2眼，就不想复仇了。诸位，今天大小姐和裴统领在城楼上拜堂，老奴说一句：10年前将军在这座城墙上托裴衍一句话，替我看好阿月。今天裴衍做到了，这碗酒敬将军。爹，你托的事儿，他做到了。韩叔叔，你给我出道题，行军布阵的题。敌军3000守苍水河谷北口，你率500人绕后偷袭，怎么走？走这里。这条废弃驿道我爹标了，图上只画了线，没有写用途，但这条线比常规行军路线近了至少30%，全程密林遮蔽。500人趁夜摸过去，天亮前到位。大小姐，这孩子身子不行，但脑子是他爹的，不，比他爹还快。韩前辈出的这道题，我们几个老家伙想了10年才有答案，他一盏茶就找到了。邢安，你现在这身子骨，去了边军会被吃掉。现在安卫营跟着韩叔叔和赵叔练3年，练身子的同时学兵法。3年后你自己选区主。谢姐夫。不用谢，你姐说了，你要替你自己活。3年之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但不管去哪里，记得回朔风关过年。我每年都回来，回来给你们带北境的年货。你今天在演武场一直没说话，邢安的题答得太好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我爹，邢安13年没见过他，但那张军阵图上的每一条标注，他看一遍全记住。如果我爹能活到今天，看到邢安答题的样子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你爹知道邢安还活着吗？不知道，他到死都隐安死在城破那晚，所以他每次看军阵图，都在想，这个儿子如果能长大，会不会看得懂这些标注？邢安不但看懂了，他还能用。你爹如果知道，会很骄傲。
不是骄傲自己的儿子聪明，是骄傲他不用再守着这些标注了，有人接过去了。建成才刚开始，邢安练身子要3年，北境的商帮契约要每年续钱，小莲的孩子要蒙学，赵老栓的孙女想学看地图，好多事儿。一剑下来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有邢安，有韩叔叔，有小莲，有全城的兵和百姓，还有你，你还在。我说了，这辈子都守着。韩老弟，3个月没来，你们这儿驿道修的比关内的官道还平整，驼崽子走上去都不崴脚了。老掌柜，这批货里有朔风关的药铺订的续骨膏，我弟弟韩廷的腿。军医说再用2个月就可以扔拐杖了。韩廷那条腿，沧州之战冻伤的旧疾，治了这么久还没好透。军医说能好，就是慢，他自己倒不急，天天拄着拐杖在城楼上教新兵看舆图。老掌柜，下段驿道沧水河谷上游延伸40里，通到陈家村，图纸已经画好了。郡主，陈家村那个藏在山坳里的老村子，10年前江将军用5000袋粮草救活的那个。老朽听说村里人现在出山卖山货，全村老少都会唱江将军的歌。什么歌？老朽也说不上来，反正路过沧水河谷的时候总能听见。有人在山上唱，有人在河边唱，调子很老，词也简单，翻来覆去就一句：江将军守城门，3000兵不还乡。赵叔，下段驿道加宽2尺，让陈家村的人出山的时候不用靠边走。收腹，膝盖在陈半寸。姨姐说你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自己偷偷练，练了3个月基本功，腿力够了。今天教你挽刀花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看姐夫练了3个月刀，每天天不亮他在这里练，我偷悄在后面看会了。看会了也不行，马步扎稳，刀花是基本功，基本功不扎实，上了战场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从头来，我陪你练。姐夫，你今天不用去城建署吗？姐姐说一路第2段今天要看线，看线有韩延书陪着，赵老栓的木匠组也跟去了。你姐让我今天不用跟着，她让我来给你送这个，说是你手腕细，旧的太大了。姐姐自己缝的，昨晚缝到半夜，缝了拆，拆了缝，说针脚不好看，怕你嫌弃。姐夫，你告诉我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嫌弃她缝的东西，下辈子也不会。你从小就喜欢抓这根簪子，你娘怀你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抱你，你就抓。姑娘，这孩子连我头上的普通簪子都不抓，就认你这只木的，我都吃醋了。你看，你刻的簪子连小孩都认得。那是因为木簪不会戳人，小孩子精得很，金的银的凉，木的暖。姑娘，入冬的衣服我都分好了。好，辛苦你了。爹，女儿没有食言，城重建了，人回来了，弟弟长大了，我嫁人了。裴衍在我身边，你们见过的，他是一个好人。整整10年，女儿只做了这一件事，今天交还给您了。爹儿子从军了，不为复仇，为守城。您守了一辈子，姐守了10年，现在轮到儿子了。裴统领准我出师了，
明日赴北境边军报道，从探索做起。将军，老奴把大小姐送到朔风关了，把公子也送过来了。老奴这条命是你给的，往后每天老奴都在这城楼上替你看着北境。将军，10年前在朔风关城墙上，你托我看好阿月，今天我把人给您带回来。现在她是我的妻子，如果她有难，我会以命相扶。邢安，到了边军要按时吃饭，你肠胃还没好全，凉的不能碰。姐，你都说了3遍了。因为你前3次答应的好好的，转身就忘了，这次不许忘。姐夫给你缝的那个护卫带上了没有？带了，姐夫缝的比你好，真叫蜜。你弟嘴上说你烦，嘴角在笑。我知道，他跟我一样，不会当面说好听的话。姐夫，等我回来过年。他3岁的时候才这么大，骑在我爹脖子上都不老实。现在能自己骑马去边军报道了。你爹今天看到了，一定很高兴，不光是高兴，应该是得意。儿子像他，女儿也像他，没人比他更有资格得意了。姑娘，你过来看看，这丫头又不老实了。这次肯定是个小儿，跟她姐姐一样能闹。姑娘，你什么时候要孩子？等邢安明年回来过年的时候再说。我答应他的事还有好多没做完。你在看什么？江姑姑，那条路上今天有一队人骑马过去了，我数了12个人，都穿着黑甲。他们是暗卫吗？是暗卫。你连暗卫的甲色都认得？我爷爷教我看的。他说江姑姑的弟弟就在暗卫营练过，现在去边军了。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北，就能看到边军的营帐。爷爷说江将军的军阵图画得可好了，我也想学画地图。画地图很苦，有时候要走很远很远的路，脚上全是水泡；有时候要在山上待一整天，风吹日晒。你怕不怕？不怕，走多远我都能走回来，因为朔风关的城楼是北境最高的，不管走多远，回头就能看到。好，等你再大一些，我来教你画地图。我爹的军阵图，我全部交给你。郡主，3年城建账目全部核完了，朝廷拨银10万两，商帮投资2万4千两，驿道科税收入每年季增。到今天为止，朔风关库房存银5万3千两，新城墙、驿道、学堂、医馆、粮仓全部完工。郡主，老朽在商路上跑了30年，没见过哪座城3年就能从废墟见到有余粮。还有之前的难民，听说朔风关重建了，全回来了。回来的人多是好事，但人多地少，新城墙外面的荒地得开垦，驿道沿线的水源要重新勘测。老掌柜，你在北境商路上认识的水路师傅，帮我请几位过来。郡主已经想好下一步了。我爹在图上标了6处水源，3年只用了3处，还有3处在西面山坡后面的谷地里。当年他没来得及画完，我打算明年开冲带人去看。郡主，西山坡后面是荒地，野狼出没，路也不好走。我爹当年看水源的时候，路也不好走，他走完了6处，我才走了3处，剩下3处，我得替他走完。你在看什么？看了半个时辰没动。我爹的字，以前我不指着看他的军阵图，图上每一道标注都刻在脑子里了。但他在边角上写的那些字，我今天才认真看。什么？你看这行：阿月今日学骑射，马太高，不肯上。吾报之上马，未及扶稳，他拍马便跑，测心惊。你小时候就这么倔？这行字我不记得了，应该是5岁的事。
我爹从来不跟我说，他只在纸边上偷偷写。邢安小时候的事他写没写？写了。邢安3年，喜观马，每闻马蹄声，便爬到城洞口张望，侧提其衣领曰：“不可再爬。”邢安答曰：“爹抱几步爬。”侧无言以对。江姑姑，前面山坳里有水声，应该就是图上标的第4处水源。我爹标的第4处水源在这道山脊后面，从地图上看得绕过去，至少多走半个时辰。不绕，从这里从这道裂缝穿过去，直接到山脊后面，能省1多半的路。丫头，那道缝我20年前走过，里面全是碎石，夏天可能有蛇。韩爷爷，蛇冬眠刚醒，现在不咬人。碎石我可以用竹竿先探，您腿不好，在原地等我们。你爷爷让你带队的时候，有没有交代你什么？交代了，爷爷说别给江将军的图纸丢人。江姑姑，这条裂缝我在爷爷的老地图上看过，是前朝采石场的废道，我不会带错路。图纸给你，你来带路。他才15岁，你15岁在靖王府里翻账本，他已经在野外带参测队了。不一样，我翻账本是为了翻案，他带参测队是因为他喜欢。他从13岁爬到城楼上看北境，到现在2年，没停过1天。江姑姑，这水是甜的。是甜的，比我爹标的前3处水源都好。这一处是建水渠最好的源头，从这道山坳往朔风关方向修水渠，可以灌溉西面3000亩荒地。江姑姑，我能不能在这张图上添一笔？此处水源已于建文15年春确认，水质甘甜，可灌溉3000亩。你写的？我写的。爷爷教我认的字，都是江爷爷图上用过的字，我会写300多个了。以后江爷爷图上没画完的地方，我来补。好，这张图以后不只是我爹的，也是你的。这3000亩地，10年前是荒地。江将军当年说这下面有水脉，可以开垦。他说完这句话，不到1个月就战死了。老朽以为这辈子看不到这片地长出庄稼了。老村长，这麦子今年收成怎么样？1亩打了300斤。郡主，你摸摸，粒粒饱满。这地不光是荒地，是好地。江将军10年前就说了，西山坡下面有水脉，只要挖通水渠，荒山变粮仓。将军当年看完第4水源回来，跟老奴说：“韩婷，西山坡那片地将来能养活3个村子。”大小姐，你用了5年把那条线从纸上挖到了地上。韩叔，这条水渠不是我一个人挖的，是这座城所有人一起把那条线挖通了。你今天在田埂上跟老村长说，这座城的人把那条线挖通了，说得很对，但有一点你没说。什么？是你把这座城的人聚到一起的。你爹留下的图，如果没有人把它铺在骡车上，指着他说从第1块砖开始砌，那些线就永远是纸上的线。你什么时候也会说这种话了？跟你学的。
邢安今天来信了，信上说边军升他做了斥候队长，还说今年过年能回来，带了一个人回来。带了谁？他没说，只说是一个想见姐姐的人。会不会是你给他介绍的那几个北境驻军将领的闺女？我没介绍过。邢安这几年一头扎在斥候营里，除了马和地图，没见过他对什么上心。那他带回来的人是谁？你也在守岁？再看北境，边军的除夜没有烟花，只有烽火。这里能看到北境最远的那座烽火台。那座烽火台我画在地图上了，第6水源的北段勘测图里标了它的位置。你看，标注写的是北境第1烽火台，崇文9年修，烽烟可达沧州。你怎么知道哪一年修的？江爷爷的成建图上有一份附注，里面记录了北境13座烽火台的修筑年份。你爹的字有点草，崇文9年那份附注我认了3天才认全。你认我爹的字认得这么细？你爹在图上写的每一个字我都看了很多遍，有些字要看好几天才能认出来。你看这些全是附注，你爹不是只画地图，他把每个地方的故事都写在边上了。前面是碎石坡，一个一个过，踩我踩过的石头，别踩旁边，旁边是虚土。你每次带勘测队进山都走在第一个吗？我是勘测队的领队，我不走第一个，谁走第一个？领队应该走在队伍中间，方便掌控全局。走中间看不清前面的地形。江姑姑说，勘测和打仗不一样，勘测最危险的是前面，领队必须走前面。这是边军探头的备用短刀，你带队进山应该带一把。这把我用了1年，刃开得很好，不会伤手。刀柄上刻的是什么字？邢安，我姐刻的。她说出门的人刀上要有名字，丢了能找回来。那我就先借你的名字用用，勘测完还你。队长送刀了，这可是边军探后的备用刀。我跟了他4年，他连磨刀都不让别人碰那把刀。队长，城楼上有人，你不上去说句话？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人家拿你的刀拿了3天了。昨天勘测完第6水源回来，天都黑了，他还专门跑到驿道边上来回走了3趟，一看就是在等你。你一个斥候，整天盯着这些干什么？我是斥候，我的任务就是观察。你在边军带了我4年，行军途中你对哪个姑娘多看过一眼？这次你把备用刀都送人了，还问我盯着什么？邢安，我不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问你下次回来带不带人？姐，等我升了校尉，快了。好，我等着。你在买什么？针。小莲说家里的针钝了，新冬衣的料子厚。刚才程建树接了个新活，学堂老秀才说教室不够，要扩建，还要加一个专门的图纸室，给小花和勘测队用的。他跟你说的？他没说，老秀才替他说的。说这丫头每天半夜还在自己屋里画图纸，油灯熏得眼睛红，窗户纸上全是炭笔灰，给她一间专门的图纸室，让她白天画，晚上睡觉。
你还记得5年前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吗？城是废墟，人是散的。5年过去了，裴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把城真的建起来了？5年前你站在废墟上举起第一块砖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不是因为你多厉害，是因为你让这座城里的人都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城。不是我让他们觉得的，是我爹。我爹把城建图画好了，把兵带出来了，把人心留住了。我只是把他没做完的事做完了。姐，我升校尉了，信上跟你说了，北境边军最年轻的校尉。你信上还说了另一件事。我攒了2年的军饷，回来找小花，她还在勘测队吗？在，今天在西山坡第7水源地，走到天黑才能回来。你有1整个下午可以想好跟他说什么。不用想了，想了1年了，我自己打的，姐夫教的，这个我练了大半年才打出能看的。能看，比姐夫的打得好看。你回来了？升了校尉，攒了2年的军饷，回来找你。你找我什么事？上次我把刀送给你的时候，你知道边军探头送刀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，边军探头送刀就是把自己的命交到另一个人手里。对，我今天再加一样，这只戒指是我自己打的，打了大半年。我想以后陪你一起走那些山路。这把刀我用了2年了，上山下谷，不管去哪儿我都带着。我爷爷问我为什么老别这把刀，我说不是刀，是一个人的名字。刀先还你，戒指给我戴上。江姑姑，第8水源的尾渠线路定高了，从这里到西山坡北段，全程50里。修通之后，朔风关最后1000亩荒地有水了。这条水渠有一段要穿过采石场旧矿道，矿道里面的岩层稳不稳？稳。去年冬天我带队进去看了3次。旧矿道的岩层是花岗岩底。江爷爷当年选择把采石场标在这条矿脉上，就是因为花岗岩不塌方。你爹连采石场的地质都懂。姑娘，你当初把这丫头抱上城垒，叫她看地图的时候，没想到她会把你爹的每一张图都背下来吧？讲到了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江姑姑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下一步，我想去找邢安，我想帮他和他的兵在边境上找水，这样北境边军的驻地就不用再从千里之外运水了。好，等你带队从北境外回来，朔风关的水源图上再加一处标注，写你的名字。你看看那边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驼队比平时多了1倍。今天是朔风关开城10周年，3大商帮的驼队约好了一起到。老掌柜说要给朔风关送一份大礼，你猜是什么？送什么？老掌柜说了，从今年起，所有经由朔风关入关的商队，关税减半，多出来的利润全部归朔风关库房。姐，北境外3口水井打成了，边军驻地用水
解决了。江姑姑，从北境外到朔风关，全程要修一条云水渠。这条尾渠修通之后，北境驻军、关城百姓、过路商队，所有人的饮水都能保障。第9水源，我爹的图上没标过，这是你自己的水源。江爷的图上有8个水源，第9个是您教了我8年，我找到的。我小时候在密室里的时候，每天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天窗里飘进来的一点光。那时候我以为世界就是那么大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知道，世界是这张图上所有标了水源的地方，是北境每一座烽火台，是我媳妇儿看过的每一道山基，是你从一个废墟上建起来的这座城。爹，你的遗愿，孩儿做到了。